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凶手能够堂而皇之的将火药运进皇宫，却不被发现，定是有些本事。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，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其人死。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？崔九娘张扬跋扈，只有15公主，让她吃过鳖。延寿坊的院子是你租的，你为何不认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有一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崔曼淑，突然让我把一车东西送进宫里的骗子，是火药，连公主都敢杀，她简直是疯了。光靠你一个人运进来的火药，根本无法在宴席上杀害公主。你另有同谋，他是谁？不能所有人都被拖住，你先带人追查下毒之人。信主，信主。信主可认识？太史陈帕喜，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其人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作用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所用油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。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原定后加音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司时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陈静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丞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喜服真漂亮，可惜了。
和舞台上的火药一样，这小院的确是凶手藏身的地方。从这些造血印看来，此人具有6指之躯，但有一些只有残印，无法确认这些脚印是否同属一人。明日去一趟右相府，查查这未出阁的深闺女子，为何会身穿喜服出现在这里。 小主，这伤，这衣服怎么会在林宁这儿？我们被骗了。林宁，不是公主。 县主，太史丞已经知道了。林宁就是那晚袭击我的人。如果黑衣人是林宁，他去护送回纥王子，袭击我以顾四指，再杀刘腾义，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杀害崔曼书。林宁是凶犯，但只是其中一个，而另一个凶犯。 比林宁更隐蔽，更无声无息。太史丞心细如发，就算黑衣销毁，若我坚持要为15公主验尸，公主所谓的遗骨也是瞒不住的。林宁的死因，仵作也很快就能查出来。所以，县主是如何发现直指15公主的证据的？ 那幅绣图，只可能出自婉顺之手。不过，早在云城楼之后，县主就已经怀疑15公主是假死了吧？你不至于，就连内司伯都不知情。我不相信那是个巧合。县主提早一步找到公主，是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 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婉顺想要回宫，我就带她回去，向圣上坦密一切，然后跪在兴庆宫前替她求情。若她想离开呢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，公主也一样。你是要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押回去吗？ 若县主心意已决，萧母是拦不住的。那你又何必赶来？拦不住，也要来。我奉圣上旨意助你查案，找到真凶，职责所在，责无旁贷。 太史丞，你去面圣吧。现在就去将真相禀明圣上。你的问题我想好了，若婉顺想走，我就拼死送她离开，之后去向圣上请罪，用我一命抵婉顺一命，这是我的代价。 雪漠然变。
找到了我。为父替你寻得了八字相合的娘子。可怜的儿啊！你们饶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。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林、洪卢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。今日是内卫李佩仪。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卢清勾结宵小，盗取女子尸体，违律私结阴婚。郭瑞林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，也得讲人证物证吧。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。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卢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上！洪卢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。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，醒来之后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不过洪卢清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毕竟杀死一个县主，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想惹出这种事端。
怪就怪你太聪明，太自负。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来，既然县主想玩大一点儿，我便成全你。死人下葬有何乐趣？生训那才过瘾。洪如清，我做鬼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。有什么法子能镇住他的魂魄，不让他再来作祟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活人下葬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，保你死后安安分分。想说什么？快点说吧。既然李成、阿翁、阿姑等我好生孝敬你们，盖棺，盖棺！快！夫人别怕，哈哈，那短命鬼此时大概已经过了奈何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阿翁、阿姑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郭府上下已经被内业局控制了，洪如清，你无路可走。县主，县主，你定我4根桃木钉，我还你4件，不过分吧？你果然明英。当年北面满门，你都能够侥幸逃脱，如今被活埋在棺材里，你还是死不了。走。咱们洪如清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名。我当然知道私配阴婚奈何不了你，可如今你的罪名是谋害本县主我，你猜圣上会如何处置你？你是故意落在我手中，故意被我活埋呀！县主亲口服下的碧溪丹，怎么会忘？
县主终于来了。跟我走。县主可以还我清白了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是你做的。既然如此，告辞。你可以走，但要跟我去查案。我是太史局官员，如何查案？我知道你去了哪里，见了谁。不信？你呀，去了花萼香灰楼。太史丞在上元夜宴时入宫，必定是被秘密召见，所以你不敢说出自己的行踪。你在西南回廊看到了药叉现身，虽只是蛛丝马迹，但你的眼睛和脑子都很厉害，坐牢的功夫便想明白了机关的全貌。确实是萧某匆匆一瞥，随后推演出来的。但县主所说其他，恕难告知。既然县主已知我无罪，属下官告辞。圣上口谕：和亲当前，公主横死，恐有人为祸后宫。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，智敏无双，见微知著，可与福昌县主李佩仪共破此案。接旨。太史丞，圣上的英明决断，你可有异议呀？圣上还特赐一枚灵符，你可以自由出入兴庆宫。臣谢恩。县主，当务之急是速速查明此案，莫让公主抱恨终天。是。这也是县主安排的。圣上旨意，谁能安排？县主究竟如何得知的？得知什么？久闻圣上格外宠爱县主，但命太史丞查案，绝非小事。县主如何说动圣上的？太史丞这是要抗旨吗？不明不白，恕难从命。我本没有必要同你解释。但既然你也对真相如此坚持，倒让我有些惺惺相惜。太史局官员不能随意入宫，圣上又是秘密召见，恐怕是星象出现了恶兆，无非是前朝动荡、后宫不宁之类的。圣上本就不安，现在婉顺遭逢不测，圣上必然会担心此事与星象有关。你与我一同查案，能令圣上心安。若圣上不下旨呢？你走在太史局，自是不了解我。走吧。我踱来踱往惯了，不喜与人同行。宫灯中爆燃的火药是民间私造的，线索应该在宫外。那我便去查火药的来源。告辞。火药的事，真让他去查。找个人跟着他，别让他出事。是。
擅入古塔者，死！上官这个懒虫，一听郊游撒腿就跑，怎么劝都不肯出门呢？哎呀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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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！郊游不是应该地上铺一块布，然后躺着吃东西吗？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走路啊？走到太阳都下山了还要走路啊？郊游2个字，从哪儿看出来？是让你躺在地上吃东西了？你是饿了吧？很难看出来吗？我一天没吃东西了。早饭、午饭你不都吃了吗？早饭、午饭算吃的吗？那是正餐，那根本就不算。哎，我真是，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哎，前面有座寺庙，我们去那问问。寺庙？我累了一天了，还要吃素啊？少说2句会死啊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前方有客栈吗？当然有啊，窗户外面就是后山，风景绝美，斋饭好吃，就是庙里的和尚凶了点儿。好，谢谢你啊，你可以走了。告辞告辞。行了吧，多罗大公子，走吧。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吗？我是为大家好嘛，大家都住得好一点。不像你整天叽叽喳喳的。有胆子你就再说一遍。只顾着想男人。想死啊！你别跑！小师傅，施主，有何吩咐？我们一行人行至半路，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，正好路过这里，不知是否方便借宿一宿？各位施主请稍后，我去禀告一下住持。多谢。施主，这一间和东边那间，便是给你们准备的房间。请问师傅怎么称呼？贫僧法号志远。多谢志远师傅。对了，师傅还有一事要交代我转达。请说。在这厢房的后面是一座古塔，是本寺用来镇魂的法王塔。师傅特意交代，没有事最好不要靠近，以免发生不测。法王塔，我听说过哎，原来就在这儿啊。贫僧告辞了。那塔很邪的。哎，憋死我了！你说在这个庙里感觉鬼气森森的，这庙里供的是什么菩萨？我也觉得，我们可不要在这住久了，不然啊，非把我闷死不可。好了，我和双叶住一间，你们3个住一间，不就好了？好啊。当时我就觉得事情有蹊跷，但因为没有证据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他说我今晚喝水喝得太多，我就想去上个茅房。这个时候雷雨交加，大雨哗啦哗啦，从停尸房里传出婴儿的哭声，紧接着就闻到一股浓重的尸臭。这可怎么办？尸臭越来越浓。他很害怕的样子，指着我背后说：“萨摩，别回头，千万别回头。”我也不敢回头。这个时候，我就听见停尸体的棺椁里发出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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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然后我就慢慢的回头一看，你说你啊，你讲就讲，你吹什么蜡烛啊？你疯了吧你？哎。我先回去了，你们继续说。外面下雨，记得打伞。哦。哎呦我操！哇！哦。
三炮，你保护他们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我又想起了一个鬼故事。三炮，快说！你怎么了？那边有人摔下来，快去看看。哎，小心！四娘，你去古塔了？我出来的时候，我想回去，结果听到那边有声音。我刚想走过去，却从那边掉下来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不会啊，我真的看到有人掉下来。你会不会看错了？这什么都没有。不会。行了，今天先这样，明天我们再来。你这样根本不行。来，上来，我背你。哎，回去吧。不要。哎，明天再来看。你看，你腿都不行了。听我说，我有红花油，我回去给你擦一擦。但屋里那么多人，当着他们面先别喊疼，要不然萨摩你就镇不住了。哦。小心。哟，四娘，你是不是真的中毒了？脸红成这样，喝酒了吧？至少喝了7、8两哦。拿过来，我自己来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没回房间的时候，到古塔里头去了。你们去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有一个人从上面摔了下来，然后你们俩在一起上去看的时候，就没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听见了有人在叫嘛，我就以为有厉鬼嘛。你会不会是刚才听我讲鬼故事出现幻觉了？难道真的像住持说的那样有阴魂？哎，我说三炮，你这个大理寺官差，你跟着李治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会相信这种东西啊？我说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又没有看错，我又没有产生什么幻觉。我相信四娘。这座寺庙确实有蹊跷。什么蹊跷？啊？说呀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其实，此次我是受陛下之命来找宝藏的。因为这是绝密任务，所以我向大家隐瞒了实情。其实这座寺庙是前朝留下来的皇家寺庙，这里面的和尚都是前朝的老臣，或者是老臣的手下们。陛下知道了前朝留有藏宝图在此，之前派有很多人来暗访，但都有去无回。所以此次我的任务是调查这些人到底是死是活，还有要把那幅藏宝图带回去。那说好的郊游呢？郊游的事都是你们自己说的，我并没有说郊游呀。好，明天呢你就自个儿留在这儿吧。然后呢，三炮陪你，我呢带着双叶还有四娘，我们呢就下山，然后顺便烤个全羊。其实经你这么一说啊，我确实发现这个寺庙有问题，说不定之前派来那些人还没死，而且这座古塔被他们说的那么古怪，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？哼，奶奶的一个没留神，老娘毕生修为差点前功尽弃呀！啥意思啊？问什么问？睡觉。好，睡觉睡觉。啊。哎，
我检查过了，这锁已经很久没有人打开了。三胖，这个高度你上不上得去啊？你说呢？云下这么大，就算有人掉下来，估计也早就被冲干净了。上面是顶层了，没看出什么问题。那今天晚上只能这样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去找住持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就说看到有人从上面掉下来，担心寺里僧人遭遇了不测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呗。二位施主起得真早。师父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是有要事想找住持。师父这个时候正在罗汉堂诵经，二位施主若有什么事情，可以先告诉我。是这样的，昨天呢，我们听到古塔有动静，所以我们就赶过去看了看，正好看到有一个人从古塔上面掉下来，可是等我们再去塔边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担心古塔有人被害了，想来通报一下住持。施主，不是告诉过你们，没事不要靠近法王塔吗？志远师傅，我李治绝不信鬼神。倘若寺中真有人遇害，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将寺庙僧人集合起来，清点人数。我这就去召集众人。各位施主，本寺所有的僧人的确都已经到齐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那小师傅，这寺中有别的旅客借宿于此吗？哦，对了，昨天我还遇到一个人。这几日确实有一名旅客借宿于本寺，但已于今早告辞下山了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带我们几位去古塔看看呗。几位施主，这法王塔的确是我寺的禁地，恕贫僧不能答应。志远，带2位施主去看看吧。是，师父。多谢住持。各位施主。小师傅，这个塔除了这一个门，还有别的出口吗？没有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各位施主，这就是第5层。哎，这个古塔不是寺中禁地吗？怎么我一路上来，每一层都有脚印啊？施主有所不知，坊间传言我们寺中有宝物，所以一直有心术不正的人前来寺中盗窃宝物。这法王塔的确是用来镇压魂灵的邪塔，
而对于每一位前来寺中的住客，我们都是会提醒。可有的人就是不把住持的话放在心上。那这个塔里是不是有宝物啊？小撒，你是说这些脚印都是那些窥探寺中宝物的人留下的？贫僧也只是猜测，毕竟我们寺中的僧人是不可能会上来的。志远师傅，志远师傅，志远师傅，有个人在罗汉堂闹事，您赶紧去看看吧。你们住持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施主，不然把你们庙砸了！佛门乃清净之地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哦，有人管事的，把你们住持给我叫出来，我要跟他算账。施主，有话请好好说。行，我来问你，我的朋友这几日在你们这寺庙借宿，我们约好今天4时在山下见面。你们看看，现在都已经5时了，这人怎么还没出来？你说，那把他怎么样了？不知施主您的朋友，可是那位张仁？正是。他已于今早向我告辞下山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赴约，这跟我们寺庙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俩约好今天有要事相谈，他不可能爽约。我来问你，你们住持呢？是不是做了亏心事，不敢出来见人呢？把你们住持叫来，快！志远师傅，有一句话，不知道我这个外人当讲不当讲？施主，请讲。我看这位兄弟情绪那么激动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他也平息不了。不然你就带他去张然的房间看一看，如果找不到行李包裹，他不也就死心了吗？志远，带他们去西厢房看看那位张仁的行囊是否还在房间里。是，师父。施主，这下可以死心了吗？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在下谢瑞。啊，我是萨摩多罗，这2位都是我的朋友，李治、黄三炮。想问什么？问吧。你是如何知道你那位朋友还在寺中？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。我们怀疑这件事情跟你朋友有关。这个寺中呢，有一座古塔，说是非常不吉利，不让人靠近。可是昨天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从古塔上面摔下来，只是不到1盏茶的功夫，我们再去找，地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就知道，我这朋友肯定出事了。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朋友怎么回事？行，我就告诉你们。我的朋友是做古董字画生意的，我呢是他接线人，干我们这行的，稍微有点资历的都知道，这帮僧人手里有一张前朝的藏宝图，谁都想要，我的朋友也不例外。为了这事儿，他陆陆续续在这借宿了好几回，这次又来，就是为了弄到这张图。昨天下午，我们俩还在山下见了面。他胸有成竹地对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晚上一定能把这幅图给拿到。”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见面，把这张图给卖出去。我这下家都找好了，他没有理由说不来呀。按照过去莫名失踪这么多人的惯例，昨晚四娘看到的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张仁。我们现在必须要弄到强有力的证据，证明那个张仁是否真的遇害，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。
我有个问题没弄明白啊。你今天要去那个张人房间，如果他真的遇害了，那现场早已经被清理干净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他们早就把房间清理干净了，难怪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是，按照以往，这些人都是悄无声息消失的关系，凶手这次应该没有料到事情会被闹大，所以昨晚处理房间的可能性不大。没错，我们一大早就把他们叫过来点数，想收也来不及啊。可是有一点很奇怪，为什么张人的房间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呢？哟，这么快就交上新朋友了？这位是谭双叶，是我们的朋友；这位是谢瑞，是那失踪张人的朋友。啊，幸会幸会。哎，我的工具箱呢？不是，你尸体都没找着，你拿工具箱干嘛？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快无聊死了，我得去后山找那个山鸡野猪的尸体。山鸡野猪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当初找那个张人询问这里的住宿环境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的是，他的房间窗户外面就是后山。没错，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去的房间外面是院子走廊。那就是了。当时住持让志远带我们去的时候，专门说了3个字：西厢房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很可疑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直接去张人房间呢？我们直接去罗汉堂找住持，听听他怎么说。走吧。志远师傅，住持现在方便吗？不知施主找住持什么事？你们是大理寺的人？没错。若寺里没有发生这个事故，我们就只是普通的旅客而已。但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失踪，恕我不能袖手旁观。进来吧。施主请。不知大人想问什么？能否说一下那位张人在借宿期间的情况？既然大人是朝廷的官员，想必也知道我们的事。但是外面一直传言，说我们藏有前朝的宝物。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们生活简朴，不宜素食，清粥小菜。虽然我们是前朝老臣，还望放过我们吧，保证寺里的一片清净。住持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们绝对没有想要打扰你们清修之意。施主啊，哦，不能碰啊！不好意思。住持啊，这里边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啊？这是我们自制的九转檀香，健身醒脑，益寿延年呐！哦，吃点心啊？哎，四娘，你伤怎么样了？有我在，手到病除。好多了，谢谢你上心。你们案子查的怎么样？这间寺庙里的和尚确实很可疑，只是我们一直找不到能指控他们的证据。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呢，四娘，你看到那个从古塔上掉下来的人，就是那个张人，所以说只要找到他的尸体，就好办了。那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就一点血迹都没有吗？你忘了吗？那天下雨了。哦，对。哎呀，我可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没有尸体的案子，我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。幸亏你没帮上，你要是帮上什么忙，我一个人待着不得闷死。反正我快要闷死了，
我明天要去后山打猎去了。行，你去吧。走吧，明天我们自己再去古塔看看呗。哎呀，你呀！哎，不，你说你啊，你也不练功，你能不能少吃点啊你？走了，脾气还不小。哎，老大，我们都来第3回了，这啥也没有嘛，来干嘛呢？还上回说脚印儿，我们这头2回不都我们自己的脚印儿吗？对不对？就你啊，还神探呢。你们俩过来一下。哎，大高个儿，你伸手能不能碰到棚顶啊？啊？能够到又怎么样？这明显有机关的嘛。机关？算你聪明。我告诉你，萨摩啊，别乱碰啊，容易有暗器，有迷药。天哪！我上回来，我以为5层就是最高层了。那个夹层太蹊跷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尸体。哎，进来。怎么样？证据找到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着急啊？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和我朋友是一伙的，就把我也给杀了呀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只要你不去托话，就肯定不会。我有个想法，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再等等，三炮武功不错，寻常高手，几十个回合内是不可能将他制服的。交出藏宝图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大魔，这哪有凶手啊？啊，什么都没有。不，三魔，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你是要耍我？我怎么耍你了？我们也在树林里蹲了一宿，好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血都快被蚊子给咬干了。先回房间吧，我要回去洗脸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中间少了一个人？有吗？谢瑞。他不是跟你们两个一起？什么时候不见的呀？我想起来了，他跟我说他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方便一下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半夜。
我们分头到树林看看。嗯。怎么回事？一会儿少一个，一会儿少一个，躲猫猫呢吗？这是。走。让我进去。师父在诵经，请施主不要打扰。诵什么经？接连失踪了2个人，还有心思在这诵经？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把你们通通带回去严刑拷问。方丈，你们把谢瑞藏哪儿去了？识相就快点交人，别逼我们动手。笑话！你们有何证明？信不过你们就随便搜，挖地3尺也无妨。自从你们借宿以来，我这寺里一天都不得安宁。不知你们是不把佛门净地放在眼里，还是不把我们这些开国的老臣放在眼里？早知道你们这么不讲理，我们在开元的时候就死了。李元不这样，李世民也不这样，只有你们今天是这样。我们好歹也算开国功臣，可你要把我们带走，还要严加拷问。如果你们没证据，无理取闹，还血口喷人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。主持师傅，主持您请留步。我们几位也不会久留的，放心吧。主持。各位施主，请吧。慢走不送。我就奇了怪了，整个寺庙都翻遍了，怎么就找不到尸体呢？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没翻过，捉迷藏的关键是，越明显的地方就越容易被忽视，俗称灯下黑。主持，主持。你们这儿熏这个香，味道真的很刺鼻啊！还有啊，他们的尸体是不是就在这儿啊？那座罗汉里面装的就是谢瑞的尸体吧？你们都知道了。志远。其实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罗汉堂的时候，就发现右边那个罗汉颜色很鲜艳，跟外面几尊无异。当时我还以为是正常的，直到我刚刚发现，左边这尊罗汉颜色变得非常的鲜艳，而右边这尊呢，颜色又恢复了，所以我才意识到，原来之前我一直忽略了光线的问题。如果是同一个色度的罗汉，时间久了，自然都会跟右边这尊一样，也会变暗。而左边这尊之所以会颜色鲜艳，那是因为刚刚涂的颜色。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，左边这具应该就是谢瑞的尸体，而右边这尊里面是之前那位张仁的尸体。你说的没错。而且所谓的古塔，只不过是你们故意向外散播的一个掩护。前来的旅者因为都是冲着宝物来的，所以自然就会以为你们不让人靠近古塔，是因为古塔里面放了宝物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上当了，昨晚我们在古塔底下蹲守，正好让你们有机会，好对谢瑞下手。
那晚张仁是在古塔，凶手其实就在塔里。为了不让尸体的身份曝光，就和他的帮凶一起把尸体给转移了。所有的古塔转移者都会像我们一样，只上到了第5层，而这个时候，凶手就会放下这级楼梯，把闯入者引入第6层，然后再利用这些痕迹来混淆视听。接下来，将他们杀害。对。之前朝廷派来的暗探，也都被你们杀了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都是我杀的，和其他僧人无关。支援。李少卿，这就是坊间传播的前朝的藏宝图。既然当今圣上如此渴求，我就把它送给他。你带回去告诉他，前朝最大的宝藏就是江山稳固，百姓平安呐。我们没能守住天赐的宝藏，还请传到圣上手里，一定要多多的珍惜。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居。代卿，托你吉言。启禀陛下，经此一役，那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了默契，包括公孙四娘对李治的态度，也似乎有所缓和。哦，在庙里的时候，有数次机会。他可以对李治下手，却迟迟没动。臣以为，勇汉如他，也被李治的诚心和善念打动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几个年轻人已经可以委以重任，替朕办真正的大案了？陛下英明。那好，开门，放虎。臣遵旨。
无限缱绻，每当风风，看月。